哎，我今天跟你们唠唠这个外国赘婿和我家长辈真实的相处模式吧。咱先说他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不会捧臭脚，不会拍马屁。比如我爸毛笔字写得好，老在家里练字儿。我大胖媳妇看不懂，不但不夸，还老在旁边捣乱。我爸从右往左写的国泰民安，他从左往右看的安。我爸写了个知足常乐，他拿个字典查了一下啥意思。我也可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爸写了个上下5000年，我也可以。这还不算啥，前几天我爸突然想看香山红叶，我们一家几口人就去爬香山去了。到了香山，那个晒呀，给雪人都快晒化了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越爬越疑惑，就问我爸说：“爸，咱到底来看啥来了？”我爸说：“你看这满山的是啥呀？”我老公说：“人呢？你来领我看人来了。”我爸说：“咱们一直在看的是枫叶呀，你们加拿大也有枫叶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们加拿大也没有啥别的叶啊。”我爸说：“那你看过枫叶是红的吗？”我老公说：“那你看过我们的国旗吗？我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看枫叶，还不如看人呢，看人呢。”我爸这时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我老公还补刀：“哎爸，你那什么，你当年不是铁岭高考的地理状元吗？你们铁岭高考只考铁岭地理呀？”我说：“这事我教过你，当时在铁岭的时候，我妈写了个7言绝句，你当时说你不会夸，听不懂，记不住，我教的你。拍马屁，拍马屁，领导写诗不用记，他到韵脚你提气，夸完格局夸立意嘛，你不当时学会了吗？”他说：“那是拍马屁，现在是属于拍霸屁，理论上不是一个拍法。”我说：“是老人就得拍，遇到长辈拍一拍。”他说：“那这个词儿设计的就有问题，也不是拍马屁，也不是拍霸屁。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应该叫拍老屁，拍老屁。”但是我爸就要继续爬，我老公说：“哎呀妈，太晒了，你去让老丈人回家。再说你不怕晒黑吗？明天连涂带抹喝老贵，暴晒一天整7岁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怕呀，我有克莱因维斯精华。你们看我上次出去玩回来晒啥样？评论区全过来说我展示黄种人能有多黄。但是我不生气，我今天把脸连整了2支，肤色就回来了。7天连用3支，因为没有涂脖子，现在脸和脖子不一个色儿。它就是确实是不便宜，不过呢贵也有贵的道理，也确实没有平替有它这个成分。它是法国制药大厂出身，就药都能做，护肤品就是轻松拿捏，所以很难做到的浓度它也做到了。而且它是独立刺抛，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新鲜的。前面说的都是缺点，咱说他呢也是关心老人，他有他的方式哄老人开心，但就是他的方式呢有点费老人。我姥81了，被我老公偷偷约出去4次吃冰激凌。我爷也81，这2年老了稍微有点忧郁。我老公去铁岭狗市给我爷买了一条袖珍萨摩，想勾引他没事出去遛狗晒晒太阳。但是这只花了450买的袖珍萨摩呢，它是个假货，承诺的是袖珍萨摩可装袋，结果半年长到了1.2米。我爷根本拽不住这狗，经常被这狗拉趴里。现在就是袖珍萨摩遛我爷，我爷出门穿钉鞋。所以说81是道坎儿，是有讲究的。然后前几天又轮到我爸了，我老公要和几个外国朋友去露营，非要带我爸。我爸说：“我60了，折腾不动了。”我老公说：“老丈人你得要点强啊，老丈人60折腾不动。我爷79那年换了3个女朋友，葬礼上前女友来一车，组团来的。你60只能是中年人，我现在属于青春期。”然后就非让我爸去嘛，我爸以为露营是个多高端的事儿呢，最后就去了。结果到了地方没有饭吃，自己生活，钻木取暖，露天厕所。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寒风中套着军大衣，瑟瑟发抖，等着面前还没有烤熟的土豆子。我爸就问他：“咱干啥来了？”我老公说：“吃苦啊，你以前吃过吗？”我爸说：“也没吃过别的呀。你领我来吃苦，就好比我领你去看枫叶。枫叶那玩意儿，小时候天天看，苦这玩意儿我小时候天天吃。我过了19年这样的苦日子，读书给我改变的命运，现在因为你这个独子，又都改回来了。”我跟你们说，当你的伴侣莫名其妙开始减肥，肯定不是好事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这样的男人应该是最可以放心的那种？不然呢？趁我出差，背地里已经开始主动约美女了。前2天我和一起陪孩子出去玩，报了个舞蹈兴趣班。刚开始人不爱跳，跟我说：“我有这个特殊的人设在，就是各种运动天赋异禀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也叫苗子。我觉得这个人设咱们不要破坏它。”我说：“你想多了，苗子。从你给你肚子上的肥肉助长开始，你早已给自己拔苗了。我咋劝都不行。”直到舞蹈老师出现，一个甜美的微笑，苗子自己就上场了。哎呀，跳的那个认真呐！第2天我出差去，人自己带着杂达就去了，还跟老师讨论。我觉得我的气质更适合 jazz， 而不是 hip hop。比起这个街头流行元素，我更喜欢那种魅惑张力。然后认认真真跳2点都不下课。关键是吧，他是奔着上次那个老师去的，这次这个他不是一个人，他都没看出来。舞社的人给我发视频说：“哎，你老公自己来了，你咋没来呢？”我才知道这事儿。你看看跳的，就是忘情，就是认真。哎，你看咱这苗子，落枕中带着丝滑，油腻中透着谄媚，紧紧跟随着老师，但没有一个动作做一样。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再来一首循环往复，这涂鸦艺术随身听调高几度，随着音乐和步调。
回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啊，听说你跳舞去了？说我得减肥。我说我天天跟你说减肥，你咋不减呢？他说你不鼓励我，人家老师说我了，他说你瘦了也挺帅，就说我不带劲了，按着 M 汉上。我说这句话里那个也呀，在汉语中不是递进，是假设。他说的意思是 if you are thin， 那么你可能handsome，不是 not only you are thin but also handsome。人不信，说我挑拨，明天还要去。哎，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个事儿，给我逗稀了。我老公头一回来铁岭的时候啊，跟我们去烤肉店，他当时汉语太差了，根本就是啥也听不懂，尤其是东北话。他呢就听所有的顾客没事就喊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然后服务员就来了，他呢就以为这个换个篦子就是向服务人员求助的意思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 ，waiter come please。然后他呢还怕自己说的不准确，还问我表弟，你刚才咋说的？换个篦子。然后表弟还耐心纠正他说，你这句话在烤肉店，你得说的得有气势，你就是重点不在子上，在篦上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第二天呢，我老公就被带去搓澡了，刚上搓台，那个搓澡师傅往他身上泼了一盆水，完就让人给叫走了。他在那一躺，都自然风干了，那人没回来呢。完人我表弟搁旁边正冲呢，就听挺老远，这大白胖子嗷家一声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澡堂当时都静了，就鸦雀无声。搓澡师傅吓一跳，过来，你要干啥？我老公在搓台上躺溜直，非常认真的看着搓澡师傅，换个篦子。那搓澡师傅寻思半天，问他，你要翻面啊？哎，我呀，经常在评论区看到一个问题，就说彩玲啊，你到底看上大胖媳妇啥了？就她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今天咱说实话啊，她这个人吧，就从非常传统的意义和标准来看，作为一个丈夫，他可能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丈夫，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，她绝对是个好媳妇儿。咱就说带孩子这个问题上啊，说良心话，比我积极主动，她非常喜欢，非常享受带着孩子去探索世界。这不今天刚领着孩子去体验太空飞行去了吗？我和孩子们都飞了，拿铁呢一点就着，窜天猴嘛。但是孩子们的爹没起来，被退款了。糟糕 ，Oh my god， 魔法怎么失灵了？天空真的好大，蓝色。因为对于太空，它太沉，它是宇宙不能承受之重。玩完他还问早达：“你看懂了失重的结果没？”早达说：“我看懂超重的结果了。”完全不气馁，回家继续做科学实验，老想上花活。早达最近听到了年的故事，非常恐慌，跟他爸说：“咱们也得整点爆竹才能吓跑年。”他爸说：“我也没在街上看着过爆竹啊，不知道上哪买去，感觉是一个内部流通的一个什么玩意儿。但是爸学过偏方，他说爸在家给你制造一个巨型泡沫喷射，砰一下，照样吓跑年。准备好了吗？结果汉语实在是不好，买色彩的时候买错了，再加上有点抠，药水也没买够，买家秀的呈现不太一样。他跟早达说：“宝贝闺女，我觉得咱这不算失败，你仔细看看这屋，我觉得咱们肯定已经把年给吓跑了。”早达说：“可能吧，但是你吓跑之前把年给吓拉裤兜子了吧？像个大粑粑。”然后他有一点就是特别鼓励孩子自己动手，做出来啥他都夸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孩子写出来啥破玩意儿他都给挂起来。早达不懂门上那个符为啥倒着挂吗？我说倒着挂就说明这东西到了。你写的那个字儿就到了，拿铁那么大点儿，他爸也跟他学毛笔字儿，写上春联了。虽然写的吧多少有点误差，红梅香小院，王冕下人间，但是也不错。王冕上春晚，上完下人间嘛。反正现在俺家就是中华文化兴趣熏陶的很盎然，但是我家这几位文人骚客多少有点被玷污了。这个还得是靠咱中国人都知道的雕牌，这雕牌除菌有氧洗衣液太好使了。就这个 SRP 因子，你别管什么墨汁、酱汁、辣油，衣服搁里头一泡一揉，轻松打包带走。除菌率99.99%，除螨率99.999%。那些担心孩子卫生健康问题的妈妈们用这个可就放心了。墨香再加上雕牌的元气薄荷香，感觉俺家还挺好闻的。他在带孩子上还有很重要一点让我觉得值得借鉴的，就是我发现孩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直接给出答案。比如早达问我的时候，弟弟为什么叫拿铁？什么是拿铁？我也要做拿铁，我现场做拿铁。我要着急的时候，我可能就说我看你像拿铁，你这家淘气大马猴来抓你，我可能就这个路数。但如果他问他爸就不一样。今儿早达问他爸，我的弟弟拿铁到底怎么做？大胖姐说，怎么做呢？那不如今天咱们就现场熬制拿铁。小野，喂，这谁？这是咖啡色。搅吧搅吧。拿铁天牛奶是拉配。哟，拿铁是有这个。这是雪饼拿铁，好喝。干啥呢？就是那个拿铁。